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的10月9号星期四晚间9点整。首先来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政府关门僵局，川普表示只削减民主党项目。中共黑客假冒大纪元发恐吓信 ，FBI 介入调查。谈恋爱被解雇，美国外交官承认女友是中共间谍。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周四，针对美国政府关门僵局，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民主党阻挠政府运作，将只削减民主党支持的项目。另外，川普表示将在本月底和中共党魁会面。来看华府记者张亮的报道。川普周四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尽管政府关门带来影响，他的政府仍在为美国人民努力服务，并批评激进左派导致政府停摆。他说，未来的预算删减将集中在民主党主导的计划。另外，他也提到中美贸易，表示对中国宣布限制稀土出口一事还没有获得完整简报，并强调将在本月底亚太经合会期间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Despite all of the damage that it's caused, the shutdown has been, pretty damaging. I mean, it's not yet because it's early, but it gets a little bit worse as it goes along. And we'll be making cuts that will be permanent. And we're only going to cut Democrat programs. I hate to tell you. I guess that makes sense. 川普还批评民主党失去方向、缺乏领导，呼吁国会民主党结束对政府的挟持。在中美贸易方面，川普说他刚得知中国的新出口管制措施，强调美方进口中国产品数量庞大，不排除采取反制。We import from China massive amounts, and maybe we'll have to stop doing that. But it's a little bit soon. I just heard about it. We're going to see more and more, I think, opening up. And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we'll be he's got things that he wants to discuss with me. And I have things tha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him, and one of the things is soybean. 除了政府关门议题和中美贸易外，川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还提到即将在本周末展开的中东之行，以及为国土安全部在芝加哥增设设施的计划。川普说已经受邀在以色列的国会发表演说。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易鑫，美国华府报道。周四，世界多国政要盛赞川普总统为中东带来久违的和平，全球多地民众用各种方式庆祝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川普表示，他将亲往埃及出席正式的签字仪式。周四，加沙民众和全球多地的巴勒斯坦穆斯林民众一起走上街头，庆祝2年来的以哈战争结束。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的以色列民众也举行盛大集会，感谢川普总统促成历史性的停火协议，准备迎接人质归来。还有以色列农民在田里耕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川普的字样。周四，川普总统表示，不久将前往埃及参加正式的和平协议签字仪式。A lot of the Muslim and Arab countries, they're celebrating. Everybody's celebrating. Everybody loves the deal. So it's a great honor to have been working on it. And as you know, it's all finalized and done. 在周三，川普总统宣布以哈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和平协议后，哈马斯表示战争已经无限期结束。协议要求以色列国防军撤退72小时内，哈马斯释放全部人质，预计周一或周二将释放以色列20名活着的人质，归还28名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则释放25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1700名参与10月7号恐怖袭击以色列的加沙囚犯。Nobody's going to be forced to leave. No, it's just the opposite. This is a great plan. This is a great peace plan. This is a plan that was supported by everybody. 目前，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已承诺协助加沙重建工作。协议的后期阶段将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目前尚未达成协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纽约报道。近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美国白宫，和总统川普会面。有加拿大的知情官员透露，美加双方讨论了重启加拿大石油运往美国的基石输油管道的合作。
据知情官员向多伦多新报透露，美国两家首脑在讨论能源合作时，卡尼表达了加拿大希望重新推动 Keystone XL 项目的意愿，而美国总统川普对此表示欢迎。这条从加拿大亚省北部通往美国中西部的输油管道，全长约1900公里，预计石油的日输送量可达83万桶。面对美国高达50%的关税，加拿大钢铁、铝业一度陷入低潮。目前，这两类产品的关税高达50%，是所有受影响产业中最高的。若项目重启，不仅将进一步强化美加两国能源合作，也有望在钢铁、铝制品关税问题上取得突破。加拿大贸易部长周二透露，美加两国首脑已要求团队加速处理优先议题，希望能在钢铁、铝和能源等关键领域尽快达成协议。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夕、舒灿，加拿大报道。近日，中共黑客冒充大纪元时报网站总编辑的名义，向白宫发送恐吓讯息，内容嚣张挑衅，甚至公然嫁祸法轮功。大纪元总编辑黄万清指出，这并非单一行为，而是有组织的运作。FBI 已经介入调查，请看报道。这封标题为“你奈我何”的电子邮件，冒充大纪元网站总编黄万清在自媒体频道微语看世间下留言：大量爆炸物已经放在台湾总统府等，是最新一批假冒大纪元与相关人士的恐吓信之一。信件的语气挑衅，附有多张照片与身份证照，还说让美国、台湾都拿我没办法。他给大纪元发的信呢，还不是恐吓大纪元，他是恐吓了白宫，恐吓了 FBI， 恐吓了这个台湾官方，还有一些其他的，然后把截图、把一些证据发给我们，向我们表功，说你看我干了这些坏事，你们看吧。所以他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就干得了的，所以我感觉是一个有组织的运作在背后。发信者公然以法轮功成员的名义发送恐吓内容，试图嫁祸并抹黑信仰团体与独立媒体。你看发生事情的这个时间点都是非常有讲究的，6·4前后，所以6月1号我会收到类似的确认函，然后现在是双十节的前后，他也会发这种。根据大纪元统计，去年以来已经收到上百封类似的恐吓信件，部分内容提到炸弹、枪击与绑架威胁。目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资深媒体人唐浩则指出，这种假冒造谣手法正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典型策略。中共这套反串造谣的做法呢，就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手段之一。那这也印证了中共目前正在美国和台湾两地同时对大纪元和新唐人等媒体进行跨国镇压。但是这也说明了中共对这些媒体是十分的恐惧的，因为他们不但完全不受到中共的利诱威逼，而且呢还不断的深入揭露中共对世界各国的渗透统战，还揭露中共政权的内斗不稳。那这都是中共的痛点与罩门。大纪元强调，恐吓不会动摇新闻专业与信仰原则，并呼吁国际社会警惕中共利用黑客与假信息进行跨国镇压。新唐人电视台纽约记者站报道。近年来，纽约州汽车保险费节节攀升，平价保费公民联盟在日前发出警告，可能和有组织的假车祸诈骗行为相关。来看记者报道。在美国，车辆保险的保费往往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车辆的使用地点也是其中之一。而纽约的保费之所以高，除了因为交通拥挤，还可能因为一些有组织的汽车诈骗行为，让保险公司对纽约州路况的风险评估极高。据世界人口综述组织的数据，纽约州的汽车平均保费达到3848美元，是全美第2高的州，而且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52%。而平价保费公民联盟的最新报告显示，犯罪团伙通常通过急刹车、包夹等手段故意制造车祸，然后与不良诊所和律师合作，逼迫保险公司支付高额理赔金。报告指出，目前纽约州实行的无过失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需要在30天内支付医疗索赔，而犯罪分子正是利用短时间赔付的规定，在保险公司调查清楚之前完成敲诈行为。据统计，纽约州保险欺诈案中75%是假车祸及虚报的医疗账单，而这也导致每位司机平均每年多付300美元的保险费。We are asking the government on the state level, Governor Hochul and lawmakers in Albany, to do some steps that really c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And that includes
giving investigators more time to check suspicious medical and insurance claims, shut down fake medical clinics that are part of the fraud, and stop shady lawyers from filing fake injury lawsuits. 在纽约的高保费负担区当中，居住着520万名居民，更有11%的司机因为负担不起高额保费，只能选择无保上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郑之上镜纽约采访报道。接下来请看本期的美国聚焦。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周四在弗吉尼亚东区的联邦大陪审团被起诉，起诉书指控他涉嫌银行诈欺以及对金融机构作出虚假陈述。这起案件由川普政府任命的临时联邦检察官林赛·哈里根亲自向大陪审团提交证据。此案是继前 FBI 局长科米被起诉之后，川普政府发起的第2起联邦刑事案件。周四，随着舰队沿着费城特拉华河巡游往返，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成立250年周年庆典正式拉开了序幕。I'm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here in the Commonwealth of Pennsylvania, in this city, that this is where America's Navy and Marine Corps began. There's no greater projection of American pride, American power, and naval dominance quite like what you're about to see. 周四，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他对政府关门感到愤怒，并批评民主党玩弄政治把戏，忽视美国人民的真正需求。同时，约翰逊也赞扬川普总统促成的以哈协议，表示这项和平计划将带来非凡的成果。The deal that he struck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will achieve incredible results, not just for that region, but for every peace-lov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周四，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最新停火协议后，许多以色列民众对美国总统川普在促成协议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表达了感谢。I think he has shown leadership. He was very decisive. 周四，纽约东区联邦法官驳回了前纽约州长副幕僚长孙文及丈夫胡肖所提出的撤案动议，裁定检方的起诉内容具体充分，足以构成多项刑事指控。根据判决，检方在10月2日提交的第4份追加起诉书中，保留了先前第2份追加起诉书中的主要罪名，并对胡肖新增2项逃税指控，而胡肖并未对这部分提出异议。案件预计在10月初开始遴选陪审团，进入正式审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上镜纽约报道。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金九银十成旧梦，中国11楼市惨淡收场。中共党媒宣称，11假期各地楼市热度回升，但多名财经博主披露，所在地的楼市冷清，成交量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专家指出，金银九十的销售旺季早成旧梦。中共央视网报道称，今年11中秋假期期间，政策利好加房企大促销，各地楼市金九银十热度回升。北京5环外的几个新房楼盘，不少市民都在看房和洽谈。但报道中并没有给出11北京楼市销售的数据。报道还称，不仅北京，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多家头部房企也在长假期间通过特价房、购房补贴等刺激销售。不过，多名上海财经博主透露，房市金九银十销售旺季并不存在。10月1日至5日，上海成交二手房仅462套，而去年11期间，上海平均每日售出200套。李恒清说，中国楼市已经跌了好几年，跌势远远没有见底，所谓的金九银十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房市整个都跌了，今天买了，明天又降了，就亏了，所以谁会去买呢？上海卖出去几百户，多数卖出去的就是大户型的，或者是那种别墅区的，因为是稀缺的房源。那上市了以后，说大规模的降价，另外呢，开发商呢为了大量清盘扫货，通过大量的房子的补贴和政府的补贴、优惠的贷款，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能够卖出一点点。2024年，中共出台高达780多条救市政策，鼓动百姓买房，为土地财政接盘，但收效甚微。
专家指出，中国楼市已经彻底崩盘，不可能再起死回生。中国房产进入结构性的低迷，过去经久云时看的是信心与资金的推动，到现在购房者没有信心，资金也紧张，房产出现短暂的抢房潮。未来的话，个别像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方那些楼市短暂会有一个承接，其他地方基本上不行，救市也救不好，所以以后市场会分化的更加严重。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韵、秋月采访报道。美国国务院周三正式宣布开除了一名资深外交官，原因是他在美国严令禁止下，仍然偷偷地和中共间谍交往。来看记者介绍。这位被美色冲昏了头脑的外交官已经被美国国务院正式解雇。他承认自己隐瞒了与中国女友的恋爱关系，而他的女友可能是中共间谍。这一行为违反了国务院从今年1月起实施的全面禁止外交人员与中国公民建立恋爱或性关系政策。在奥基夫媒体集团公布的影片中，他告诉卧底记者，他是为了爱违抗政府，还表示女友的父亲是中共官员、共产党员，女友本人可能是间谍。这个是共产主义阵营的这些集权体制长期以来使用的这么一种手段，因为中共对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超限战，它是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的。这是国务院发布禁止外交官和中国公民谈恋爱政策之后呢，第一个被解雇的案例。兰树先生，您认为这个惩罚力度怎么样？这个被解雇只是一个比较轻的处罚，你有没有把一些机要的信息通过这种恋爱关系传送到敌对的阵营中去啊？这些东西都很可能是未来调查的一些重点。是我们看到从美女间谍到各大高校的学术间谍，再到科技公司的商业间谍等等，随着中共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和破坏逐步的曝光，您觉得美国的应对力度怎么样呢？继续加大力度。中共是在进行一场战争，而美国呢，它是在进行一场竞争。真正的看清楚，中共是在跟这个自由世界打一场战争，才能够扭转目前这种整个的状态。谢谢您的分析，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播。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看到见证纽约中城振兴，市政府员工赞扬法轮功。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政府机构传播总监巴拉夫近日向本台表示，他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让纽约上州呈现的中城市焕发生机。新泽西州纽瓦克市政府机构传播总监巴拉夫8个月前搬到了纽约上州城县中城居住。他表示，过去8个月看见了法轮功给当地带来的变化，让他对法轮大法越来越感兴趣。Falun Gong is a practice which is very much like other Asian practices, and it's also part, although it's new, it's also old. It's part of a long tradition of practices that involve meditation, that involve the body, the human body. 他说，《纽约时报》对法轮功、对神韵艺术团的报道是扭曲的信息。当他得知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时，眼圈都红了。I'm moved by the struggle of the people of Falun Dafa to live the lives that they want to live, and that they're being prevented from living in China. That upsets me. 他表示，决定采取行动，伸出援手帮助法轮功。Anyway, I want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ave others learn the truth. That is what I'm about, and I want to the extent that I can, a little way, whatever I can do to correct the injustice that the people of Falun Gong are experiencing.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洋综合报道。下面来看今天的财经快报。周四，全球金融市场对以哈签署了第一阶段和平计划的反应比意料中小，原油价格则小幅上升。但投资界普遍认为，该和平协议的签署对石油市场意义重大。
过去2年，以哈战争导致以色列股市以及全球主要武器制造商的股价迅猛上涨，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则被下调，以色列经济增长放缓，伊朗经济增长停滞，全球石油天然气价格波动频繁，同时推动黄金等避险资产的价格迅猛上涨。随着停火的到来，以色列经济有望全面增长，伊朗经济也有望得到复苏。美国国税局周四公布了2026年联邦个税门槛，也就是2027年申报个人所得税时使用的税率。新标准显示，已婚夫妇共同申报的标准免税额从2025年的31500美元增加到32200美元，单身人士报税的免税额从15750美元增加到16100美元。同时，国税局提高了各级税率的收入门槛，其中最高税率37%的征收范围是应税收入超过64.6万美元的个人和应税收入超过76.87万美元的已婚夫妇。美国迪士尼主题乐园的门票周三正式涨价，最繁忙季节的6级成人日票上涨了18美元，达到224美元。广受欢迎的5天通票则上涨了39美元，冲到655美元。最高等级的灵感之轮年票大涨了150美元，达到1899美元。第2级的相信之轮年票上涨了100美元，冲到1474美元。包括停车费等其他收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涨价，但普通日票的价格则维持不变，仍是成人104美元，儿童98美元。广告之后将带您看到地球最干旱沙漠，罕见珍稀花海绽放。智利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被称为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今年因为丰富的降雨，沙漠变身花的世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然奇观。阿塔卡马被誉为地球上最干的非极地沙漠，年均降雨量仅约2毫米。但今年7、8月的时候异常多雨，部分高海拔地区降雨量甚至达到60毫米。加上上周当地的异常降雨，让深埋土壤的种子纷纷苏醒。Comiencen las semillas a activarse. Pero además de agua o de precipitación necesitamos temperatura, además necesitamos cierto día o horas luz. 沙漠中有超过200种花卉的种子，其中约20%是当地特有品种。如今，这片沙漠化作以粉色和紫色为主的花海，海点缀着黄色、红色与白色花朵。烈阳在花丛间悠然穿梭觅食，为这片花海增添了一抹灵动的生机。花海吸引了许多的游客，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出发，要行驶约800公里才能抵达这片奇景。为了守护着短暂而脆弱的花海，智利政府在前年设立沙漠花海国家公园，将泛美公路沿线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花田纳入保育范围。到了11月，大部分花卉将随着夏季高温逐渐凋谢，只有少数耐旱品种会绽放到第2年1月。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